各位好，订阅500加了啊，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想跟大家聊3个话题啊，我也把它打在我的这个屏幕上面了。第一个话题呢是告诉大家一个算是好消息吧，我今天已经申请了这个 Podcast 播客的托管平台，在一个台湾本土的这个网站啊，或者是这个公司吧。因为我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发布，可能制作呢之前自己玩过，这个不算陌生。但是你如果说怎么把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发布出来，之前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啊。但 podcast 一直我自己蛮有感情的，说想跃跃欲试过好几次。但是我之前也说过，在 Apple 工作的时候是没办法的啊。但是也蠢蠢欲动嘛，也在看。当时了解到的是，大部分比较靠谱的 podcast 托管平台都是收费的。那我想，我也不可能完全做这件事情完全不赚钱的情况下，我再往里搭钱，是吧？所以这个就一直没有把 podcast 先启动，还是从 YouTube 开始。但也是因为一些，特别是感谢很多的台湾观众啊，跟我留言也提到了说，建议我去做这个播客。其实你知道，这个就直接击中我内心深处啊，所以我不得不行动起来啊，找了一个目前来讲还算是能够免费让我用一下的一个托管平台吧。简单聊一下为什么 Podcast 是要一个托管平台啊？它跟这个 YouTube 不一样，就不是说你做一期视频传到 YouTube 上面，它就帮你管着。你想想看，其实这个节目的容量其实蛮大的，这么多人要把自己做的视频、音频节目往一个网站上传，你想想看，这个网站要多大的这个服务器的容量啊？所以对于 Podcast 这种比较小众的，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播客它的盈利模式还不是那么的清晰，它不像视频类的，就是广告，这个很清楚，广告主收钱，大家来去分，这就好了。但其实播客没有一个特别称霸的平台，然后广告投入也不像视频那么多。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播客它毕竟是一个小众的群体。那其实以我的个性而言，一提到小众，我就特别喜欢，两眼放光那种感觉。你看我做的话题，你也能看得到，都是小众的话题居多。国行手机少点啥，那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测啊，可能是踩到热点了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这个话题。那所以其实 Podcast 并不是说我想在 Apple Podcast 做，我就直接去找 Apple；我想在 Spotify 做，我就直接去联系 Spotify， 并不是这样。我必须有一个中介机构，也就是说，我得花钱买或者租，或者看看能不能找到暂时优惠免费的一些，你可以理解成服务器，就类似于云盘吧。在 Podcast 里面，我们叫托管平台。那你把你的音频节目做好，先放在这个托管平台里面，它会给你一个，你就理解成一个网址吧。这个网址呢，它是带有刷新功能的，也就是一旦你在这个托管平台上上传了新的节目了，这个通过这个网址就可以自动刷新，有点像你去收邮件这种感觉的。那你有了这个托管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托管的服务器的这个平台去链接到你想发布到哪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就是分发商啊。那目前比较大的在全球范围内就是 Apple 的 Podcast， 我们 iPhone 当中内置的一个 App 叫做播客，英文 Podcast 就是指的这个。那还有一个是 Spotify， 这个是在应该在中国大陆以外都比较盛行吧，但因为中国大陆没办法看嘛，中国大陆只能看 Apple Podcast 的，然后中国大陆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态，有一个叫小宇宙的 App， 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但你也知道我这个节目吧，出于各种原因，还有我自己的个性的原因，我觉得我不太适合那个土壤啊，所以。但我又说中文啊，这个就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托管平台还蛮好的，反正今天我已经
把这个账号啊各方面注册好了，下一步应该就是上传节目，然后跑一跑流程。所以这个跟大家宣告一下，等到全部完成了之后，我也会通过做节目啊，或者是发一条动态的方式，更新我自己简介的方式，来跟大家去推广啊我的这个播客节目。但我觉得要想赚钱，还是靠 YouTube 比较靠谱。好吧，这个就是第一个啊，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订阅量500加了，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这个后台的数据哈。其实我这个数字我看起来让我挺受宠若惊的啊，应该说非常受宠若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节目我这个平台就是语无伦次了，我这个节目啊我这个栏目就是第一期上架的时间是在2024年的3月13号，第一期节目上架。其实从第一期节目上架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的订阅量都一直持续在没有超过20，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半数以上的是家人和前同事他们的支持。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也聊了，说我没有主动的去跟前同事们介绍，还是同事们刷视频刷到我了，然后去这个订阅的。离职之前有很多同事说，如果你做自媒体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没好意思告诉他们。关键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内容对我的同事们的这个级别来讲呢，我没有那么大的底气觉得对他们有价值啊，所以发现了就是缘分吧哈。目前我也并不打算再去主动的在同事的圈子里面做推广啊，微信朋友圈我也没有发任何的东西。那现在能有550个人来去听我去讲，而且一镜到底不剪辑，有蛮多的观众也说话太啰嗦啊，这个我绝对知道。那也没办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这个500多位的订阅观众，我觉得这个是我莫大的荣幸啊。那从后台的数据来看呢，感谢大家的1.7万次的观看，观看时长呢接近1700个小时。我看一下这个我们观众的这个年龄层啊，这个一直是我比较关心的，还是25岁到44岁的年龄占了70%往上啊，有9%的是18到24岁的小朋友，对我来讲算是小朋友了。然后有17.3%是45岁到54岁哈，这个大哥大姐们，还有这个65岁以上的是2.4%。所以我这个年龄分层是这样啊，性别是男性91.3%，这个目前来讲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从老本行出来，大部分还是讲科技产品嘛，所以这方面男性感兴趣多一点，女性是8.7%。从我看到的后台数据来说啊，有18.4%的观众是来自于台湾，然后17.9%是来自于美国，还有12.8%来自于香港。这3个我能看到的数据加起来，其实不到100%。哦，对，这个我刚开始用，不好意思。这个地理位置原来是可以点进去看到更多的，如果不点进去，我看到的是前3。那第4名就是中国了哈，7.4%，然后日本有7.3%，跟中国差不多，还有加拿大有4.9%，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跟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0.8%。所以其实我的主要观众来自于台湾啊，感谢就是台湾的观众们如此的支持。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吧。像我这个平台现在也没开始赚钱，因为我其实做这个频道之前也不知道盈利模式是怎么样的，是我做了之后发了视频我才知道，
500个订阅是可以创收的一个起点，但是也并不是只有这样就可以了，它同时还要满足3000个小时的观看时长，那这个我还没有达到，我现在是1700个小时啊，将近一半多一点。但其实呢，也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因为我在我的这个 YouTube Studio 里面看到的是，即便达到了3000个小时和500个订阅，我也只不过是能够开通我的会员啊，就是你成为我的付费会员，这个我可以有一部分的这个盈利，然后我可以让粉丝购买超级系列，应该我觉得这个就是像那种直播送个什么赛车什么的那种的，好像是这种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以购物，我可以在这里面去链接我自己的购物平台。那么其实这3种创收的方式对目前的我来讲相当于没有，只有一个我可以开会员服务，但是你想我凭啥让大家付钱订阅我的频道呢？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这个立场啊，所以现在其实离有收入还远得很。那下一个级别其实是要达到1000个订阅和4000小时的播放，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这个广告的收入了。大家应该如果是早期订阅我节目，会发现我这个节目是没有广告的，因为订阅量没到，看这个节目是没有广告的。然后今天还是我妈跟我说，看你的节目里面有广告了啊。那我说啊，真的吗？我都没有收入，竟然有广告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如果有懂的朋友可以教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确实在这方面小白不懂。可能是YouTube 广告费先收起来，然后等到我发展再壮大一点再跟我分成哈，也有这个可能哈。但是我看到的是这样，如果我想收到广告分成的话，应该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啊。虽说是一半的路吧，但是我自己深知这一半的路呢，因为你看我从30到50个订阅一下子变成500个订阅，我觉得就是最近1个礼拜的事情。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因为我能看到播放量最多的那期视频嘛，就是国行 iPhone 少点啥那期视频，我这个是应该是踩到了某个热点吧，因为这个。但其实做这期视频并不是我计划内的。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话题哈？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刚给家人换过手机，因为现在我本人在国外，然后有的时候跟家人联系，家人都是国行，然后你如果想打电话的话呢，我又是一个不用微信的人，所以这个就蛮麻烦的，所以我就跟双方的家长都聊说，要不你们下次换这个海外版吧，可能我不方便给你们买全新的，那就买个2手的呗，咱们便宜点是吧？那家里老人也都同意，并且挺开心的。那这是一个，因为我的频道主打的是分享我自己的经历跟一些知识嘛，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近期的经历，可能这促使了我分享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刚刚 Apple 开过了 WWDC， 上面公布了一些关于 Apple AI 的东西，那结合着这个一次科技的又一次大的变化，所以2个结合在一起，大家也都在讨论，那国行会是什么样啊？或者说 Vision Pro 上市了，国行会是什么样啊？对吧？以后 Apple AI 上市了，在中国能不能用啊？你看这2个东西就交织在一起，促使我做了一期这样的节目，没想到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对于我来说非常大啊。它的播放量达到多少？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既然是公布数据，等我找一下我最热门的那期，你看我还不太会，最热门的是国行 iPhone 少点啥的上期，它的过去28天的播放量达到了5650次，这个是最高。第2名是国行 iPhone 少点啥的下期，播放量达到了2047次，其实就减了一大半了啊。那第3名就只有600多次了啊。我觉得我的每一期视频能够达到几百次，接近1000次的播放，我就感恩戴德了哈，就感谢各位了。能达到5000多次，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这不太正常。
然后留言也非常的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我大部分尽量回，现在已经不能保证每一个回了。好在现在没有人身攻击啊，或者是说脏字啊，我还没有让我删过留言啊。但是让我看着心里不那么开心的肯定是也有，但这个呢我也放着，我也不删。但是绝大部分90%以上都还是非常一些良性的互动啊，让我非常开心的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热点视频的一个特点吧，是吧？你一旦成为了热点，就是一定是会被放大嘛，所以受到褒也好，贬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我这2天其实内心蛮受折磨的，实话实说，因为我这期节目就是跟大家汇报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对于这个订阅量啊，想尽快的能赚到钱啊，这个是我的欲望啊，这个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对于一个怎么说呢，年纪已经到了40多岁了啊，我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我也非常清楚我的能力范围边界在哪里，以及我的价值应该在哪里。如果一直赶着热点去做，我可能能做到，但是我觉得这样会造成我的观众们比较单一，就没有那么的多元化，这个就不是我喜欢的。那还有热点视频呢，它只是可能某一个内容你踩对了，踩成了热点，那么大部分被吸引来的观众其实是被热点而来，就是因为潮流而来。我呢，只是潮流当中的一滴水而已。这个其实跟我做的好坏呢关系不大。所以为什么很多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名词叫标题党，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是这么看热点啊。我的热点视频里面，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有多一点的热点视频，但热点视频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是今天刚思考完成啊，所以跟大家汇报。我觉得热点视频对我的意义是，成为热点之后，这个热点能吸引来更多的人，而这些人里面，真正是能够在我这里收获价值，对我的这个风格认可啊，感兴趣这样的观众，我觉得能有20%，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热点的话，可能跟我比较搭的这20%观众，他无法发现我，没有办法认识，所以我会把热点当成一个媒婆，或者当成一个中介。它适时的出现一下，其实不管褒与贬，我都是应该感恩的。因为大部分认可我、一直订阅我、追随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是因为有了这个热点，系统才会推荐，系统推荐给你，你才会点啊。你很难说你自己搜我的名字搜到我吧，这个不太现实吧，是吧？现在我的名字也改了，我改成 Podcast 了，对吧？所以我对热点是这样看的啊，所以跟大家汇报一下，之后我应该还是会专注做我的内容，而不会刻意的去踩热点啊，在射程范围之内该做的去做。况且我不觉得蹭热点这件事情是你主动想蹭就一定能蹭到的，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啊。所以真正要感谢的是我的订阅者们啊，你们通过热点选择了我，订阅了我啊。那其实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我想做啥，你订阅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未来我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啊？那不瞒大家说，有的时候这2天，特别是最近2、3天，我有的时候凌晨偶尔醒一下，然后就忍不住去刷一下，然后我就看我的订阅数量，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一看是230，
然后隔了3秒钟再刷一下201，然后再隔2秒钟再刷一下226，然后再隔2秒钟再刷一下200，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啊。那我觉得实话实说，挺让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个是实话哈。但是最后能够稳定下来，我觉得。你看我做100期大感谢的时候，我没看数字，但我猜也就2、3天前吧。还有一个朋友在我下面留言说，看我100期的视频，结果现在一看，我订阅量已经500加了。那我为什么500加做这个视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我最希望的是向所有的500多位订阅者们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样看待我的频道的成长，以及我怎么样看待所谓的热点或者爆款视频，还有以后我会如何的陪伴大家和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我不在意取关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是多元的。如果您不认可我，还关注我，我只能是更加的感谢。但是如果不认可我的价值，然后取关，我觉得这是您的本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只吸引跟我同类型的人啊，我是希望给更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价值。我是希望这里是一个有各种观点和看法云集的地方啊。有没有能力做到这样，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愿景啊，我希望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说了嘛，只要不是人身攻击，不是带脏字啊，我就把你的观点我肯定都会留着。这个频道不仅属于我，一半属于我，一半属于我的订阅者和我的观众们啊。所以这个是我怎么看待这些数据啊，500加的订阅跟大家做一下汇报啊。一个还是小的不能再小的 YouTuber，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YouTuber 的观众，当我去关注了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 YouTuber 啊，一个频道的时候，如果这个频道能够随着我的关注跟我一起慢慢的成长起来，我作为观众的时候，我是觉得这种感觉也蛮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这个是在传统的媒体里面没有办法带给大家的一种感觉或者一种快乐吧。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我也非常感谢啊，我们能够携手一起去经营我这样的一个 YouTube 频道啊。所以很多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交流，也目前来讲还是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先留言。好在我现在大部分还是都会给大家回。以后呢，我也会想一些更多的方式来促进大家去交流跟沟通。因为不管我做什么样的视频，不管我的风格是什么样，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建立起和大家之间的沟通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沟通，这个是比多少个视频都宝贵的。好，非常感谢各位能看到这里，也再次感谢我的所有前期的500多个订阅者们，感谢捧场，谢谢，我们下期再见。